好，就是剧里的 CP 上下是吗？你们看的都是吗？真是好巧啊！哇，可以帮我们截个图，我们要不然来跟大家比个心吧，饭撒一下，就是然后让大家帮我们截个图，好吧？哎，我觉得这么比吧，这么比就是我们怎么比？这么比就是上下比。真的吗？上下比这样可以吗？对对对，这样你换个手，白老师你换个手，对对对，怎么个事儿？对，这样不是。对啊，你看，等一下，可以，对到了，这样再来，我已经比好了，我俩一定能凑上的。我也比好了，我也比好了，截图，家人们截图，好了，耶，好，谢谢大家，太牛了，我以为是比大星呢，这真的是随机排列的，缘分来了，咱也挡不住的嘛，闹什么呀？谢谢曼珠沙华，曼珠沙华，大家都看我们剧了，就是要不要我们就是各自用各自角色的，就是在角色里推荐一下这个剧呢？可以，你先来，可以啊，你先来，谁先来？小伟先来。按顺序来吧，那我先来吧，按顺序来。好的。以我高效的做事风格，2个字，好看，快看，红果搜索。好。有个评论问我老刘稚嫩草什么感觉？这是下一个问题了。下一个我来吧，我来。你来吧。冬天一定要吃火锅，吃火锅的时候要看点什么？大叔罗曼史1和2，来老朋友火锅店看大叔罗曼史，给你们打8折哦。太棒了，这小词儿整的，文小还得是你呀。下一个，嫂子。你还记得半年前的饼干桶吗？如果想知道饼干桶为什么空，想知道减糖为什么失望，那就请来看大叔罗曼史，可以一边吃着小零食，一边吃着火锅，一边干点其他的事儿，一起刷这部剧，我们一起在大叔罗曼史里面相聚。哇哦！哇哦！轮到我了。这个冬天和芝芝一起看《大叔罗曼史》1和2，这是我教各位观众老板的第一课。来呀！这是反向上课，反向来吧，向上管理。来这位。老白卡了，关键时刻别卡呀！好了吗，朋友们？好了。1、2、3、4、5、6。我这个人呢，身体还算硬朗，大概率能运行的比较久，所以呢，也能够陪着各位观众看大叔罗曼史看得久一些。这个冬天，希望大家一起相约在大叔罗曼城，让我们一起看一看我们6位在那里面幸福、快乐、浪漫的生活。不愧是领军人物，上面那个杰出男演员。来，接下来该文律了。该文律了啊！讨厌！快来大叔罗曼史里来看人家小文文了。可以的，小文。救命啊！蚊子眼儿我受不了了。
管一管他，好不好，嫂子？照顾好嫂子。根本管不了。我就记得，昨天还叫人家小文文，今天叫人家老文，怎么新人胜旧人？你们所有的剧都追完了吧？1和2都追完了吧，朋友们？那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评论，就是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有没有看到是哪些？可以帮大家解答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也现在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也可以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你可以先，还有什么流程没有？还有什么流程？流程就是赵老师来变个魔术，给我们中场休息一下。中场节目，啥意思？我们还有流程呢。今天不是说随便播的吗？不是那个你们怎么？我就一会儿没看手机，你们就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位老师，不是，我在跟你，你不是让我给你做一份麻辣烫吗？我给你做麻辣烫的时候，可能大家就商量了一下。哦，这样的。多加牛肉，对不对？文律，我就看到刚才那个小伟说，大家随便播什么什么，陆续播还是怎么样？是吧？是随便播。啊，他也是要表演节目，表演还有节目呢，这是什么？那为啥是我先呀？因为你是4眼啊，是我头啊。今天可有2四眼啊！不只是我是4眼，兄妹俩嘛，正好你们兄妹俩。我妹，我们文家就是遗传近视眼儿。变魔术啊！哎，来吧，小哥，你给大家展示一下吧，我教你的那个。好嘛。我们最近是这样，我们俩就是这个魔术，就是握手里的魔术，我们现在越变越大，越变越大。这什么蛋白粉吗？Sketch， 你可以再上升，弄一辆车在手里，然后把车放到那个上。我也来一个魔术大揭秘，越来越牛了。不是啊，平板啊！好嘛。我去。那我这个也可以了。给大家变个垃圾桶模特。没有我可以整个坦克。干好。我整个鱼，你看大家看啊。太有节目了。是张主编。口轩，你把你家狗放手上。我不在家，我在东北呢。你不在家。你要在家的话，你可以把你家狗放手上。我们都能变垃圾桶了啊！哎呦，这个魔术已经到了极致了。老赵可以来另外一个魔术。另外一个哈，教你们一个新的。教你们一个新的。小皮筋儿。谢谢曼珠沙华。谢谢，我的天，啊，好看，好好看。然后小皮筋儿可以跟我一起做。来，哇哦，你先演，我先演一遍啊。小皮筋儿，随便拿一个小皮筋儿，我们先套在这个食指上面，然后再绕过你的中指，然后再套上去。然后捏住你的食指，然后把中指抽出来，你就会发现它是在上面套着的。对吧？你再来一次，如果有的话你就拿出来啊，有的话拿出来，绕过套在食指上面，绕过中指，然后再套在食指上面，然后再抓住它，这样是不是把我的食指就给锁死掉了，对吧？然后看好，1、2、3，走。我没看懂，我也没看懂。反正鼓掌就是了。哇哦！等一下啊，重新给你们一条机会，再演一遍。好的，老师。你们演技大比拼的时候，来，3、2、1 ，Action！ 不对，韩月
你错了，我们应该3、2、1。好了，我们现在可以该聊剧情了，回到正题。好的，没有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还在车上呢。那我有一个问题，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他们说，他们觉得有很多人，他们觉得这次白方文和小伟这一对 CP， 他们觉得演得很好，也很感动。但有一些人觉得说，怎么可能有人暗恋15年呢？这是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是，白方文，你明明知道人结婚了，你还喜欢他，你怎么想的？好，这2个问题抛给你们了，来。哇哦，好难。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暗恋15年，你觉得可能吗？这样的人存在吗？对，现实中可能吗？我觉得，我不说角色的话，以我个人来讲，很难，我也觉得很难。但是，韩月为什么会喜欢他15年，就是因为在他最脆弱的时候，文晓给了他温暖，让他能够有一个情绪的释放。也就是韩月他本身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跟每个人哈哈的，然后也挺跳脱这么一个人。可能很多人不会觉得他会，内心当中有多么的悲伤，多么的痛苦，但是文晓是第一个看穿了他的人。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韩月对文晓非常非常难以忘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你说，其实之前我也想过，你说文晓已经结婚了，韩月是不是应该对他稍微的放下一些？但事实上，我觉得生活当中是有这种人的。我可以在你需要我的时候出现在你的面前，但是当你过得好的时候，我会默默的看着你，看你幸福我很幸福，看你开心我很开心，但是看到你难过的时候我非常痛苦，并且希望你在从难过当中变得开心，变得高兴，变得幸福。他会有这么一个纯情的人吧，守护在身边，你们觉得呢？会。听你说的，简堂都想唱歌了。唱什么呢？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好了，下面一个节目，说得好，今天好，我接着问问题啊。现在我来 Q 流程啊。第2个问题问文律跟简堂的。OK， 我可能会比较尖锐啊。张楚轩，他们说简堂，你没长嘴吗？你为什么不能一句话把它说清楚？那我这个是我想那个态度怎么说清楚？我替简堂回答这个问题。简堂其实特别想说清楚一句话，但是导演不让啊。这个事儿，其实我想替简堂说一句，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尤其是结了这么久了，这些事儿需要我说吗？对，这个事不需要你自己注意到吗？因为说出来就失去了意义了。他更想的是，他是希望能够赵天一能理解他。对，你需要我说出来，需要把它而不是我要求他。对，我要求的和你自己主动做这是两码事儿，对吧？对。而且我觉得结婚。就是大学恋爱加结婚这么多年了，其实对方一个眼神一个举动都非常知道对方想干嘛，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不愿意，所以就失去了逐渐吧，再加上工作忙，再加上我带娃，各方面也忙，两人就失去了沟通的欲望。我觉得他不说更是因为还爱他，他如果说明白了，我就是要跟你一刀两断了。不是，我跟你讲明白了。他没说是因为他家说他不张嘴，是说他明明可以很简单的把这个矛盾抛出来，简单化嘛。文山是愿意为他改变的，对不对？他抛出来就改了，但是矛盾就没了。但他为什么一直不说？有一说一，我从简堂的角度出发，如果我在就是离婚前提这些事儿，
文世安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人有惰性。就是我觉得70%-80%的人吧，他是失去以后，他才知道这个东西的珍贵，所以他才会去尝试去挽回。文世安，你觉得呢？我觉得我想让你找把一下。我觉得说的对，你说的，我觉得简历说的对。其实怎么说呢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现实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篇幅有限。如果我们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电视剧的时长的话，我们可能会把东西给塞满，会让做很多铺垫，对吧？但是呢，我们这个篇幅有限，而且呢，我们需要着重去讲一个东西，那我们不可能说是，讲的东西太过于的饱满。那这样的话，其实在这么有限的时间内是塞不下的，是吧？是塞不下这么多东西。然后呢，但是其实张楚轩老师他其实也跟我探讨过很多这样的问题，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他在用他自己的这个方式、自己的方法，然后把它塑造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样子已经是我个人哈，我觉得我自己是能够接受的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这个剧里面有一个片段，就是文律在开会的时候呢，视频会议的时候，然后呢，简堂抱的这个饼干桶。他下来的时候，然后文律呢，然后他其实看到了之后，他是不假思索的，他就是把手放在了空中，这样点了2下，意思就是说让他稍微安静一点。就这样的一个手势，可能哈，就这样的手势让他安静一点，让他先等一会儿，这样的手势，其实他已经成为一个下意识的一个习惯了。为什么？原本这个剧本上面其实写的是，我记得写的是好像是说我要说一句话，我要就是说。跟那个简律说先等一下啊，我记得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探讨，我就把它改成了就是他过来之后，然后我可能就瞄了一眼，然后我就直接把手伸到屏幕外，就是伸到我在开会的这个屏幕外，然后这样点了2下，让他安静一点。就是这样的话，他其实就是你能看得出来，文律这个男人，他其实在这个方面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下意识的一个动作啊，就证明呢，就诸如此类的这个时刻已经发生了很多很多次了，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多年了，都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就是其实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那个稻草其实是这个饼干桶吗？每个人的理解可能是不一样。那我的理解可能是说，这么多年文律都在这种她这样一个事业型的一个女人，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下，或者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这种柴米油盐的这种生活下面，然后不被自己的老公慢慢的去忽视，或者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合理的啊。就是只是说我们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可能只能隐晦的去表现出来这么多东西，确实是没有办法让观众一下子 get 到这个东西，所以多刷几遍。OK， 好，第3个问题，问雨林。哎 OK。他们说被老师点名的感觉。老师我在，老师。编的问题都比较犀利啊。哎，老师我在，老师我。说，你看到了这个租赁广告750，住到这么大的屋子，显然是不可能，对吧？这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家，他为什么就有这么大胆子敢住进来？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当时不会产生怀疑吗？讲了很久，就是真的会有。其实我觉得750这个价格，租房就是租一间室或者是那种自建房是可能的，也是芝芝会租的房子。但是他来滨江路67号，他其实也没有想是那么大一个别墅嘛。他也说了，他其实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把3个月的房租给我，我在这块地方连个卫生间都租不到，所以他也是面临了现实问题，他必须得
租这个房子，但确实是以我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如果他看到房东是这样的话，他其实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或者是各种考虑，他其实不应该住进去。这个问题是一个，我想了很久，最后用现实问题，他的现实问题去解释更好吧。生活所迫。好，其实当时应该把那个价格再改的高一点点，就还好一点。750还是少了。因为我看评论说是因为房东长得帅。几乎说，话说长得挺帅，留下吧，留下吧。到老弟儿，大铁哥，你为什么会喜欢上一个实习生啊？你来之前，就是你联想你之前，这个问题已经聊过一次，是吗？那为什么？你再跟我说说吧。看谢谢啊，我回头给你发回放啊。这是哪儿啊？这还是国内吗？这是国内吗 Welcome to 重庆。我要红了，朋友们。你要爆了。我要爆了，好红哦。哎，那我想问潇潇哈，潇潇谁？你应该想问的是悠悠吧？你应该想问的不是悠悠啊，嫂子。从唯独到现在，每次几十次了吧，都叫错。没事，原谅你了。你说，嫂子。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正好看评论区了，就是那一段，就是大家咱们都说好的那一段戏啊，你给自己做的心理建设是什么呢？然后我看评论区也有在说到一个问题，你们在吵架的时候有顾虑到旁边有你们的孩子吗？这两个问题。对，因为其实说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小时候我父母也是这样吵过的，他们在情绪上来的时候是完全不会在意旁边有谁，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父母会有的这个问题。然后当然我希望大家就是所有的父母都可以就是在意一下孩子当时的感受，因为小时候确实给我的阴影蛮大的。然后作为心理建设，这个其实我在拿到剧本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一段戏。我就是把所有国内还是国外夫妻之间吵架的所有片段都基本刷了一下，比较有名的片段都刷了一下。因为我当然是没有经历过这些事，然后我只能看别人怎么演，然后去感受他们的带给我的一些情绪冲击。然后再其次是当时也没有想太多，一开始走戏的时候主要是排调度，再加上演我前夫的那个老师，他戏非常好，就是他给的点，对，就是对我太有冲击力了。他演技挺好的。我记得他我们之前合作是他演那个奥斯汀家族的那个特助，然后出来就特别的不一样。挺好的那个老师。对，我跟他还搭过一部男频戏《做旧师》，当时我也感觉这哥们儿戏挺好的。对，他戏特别好，而且就是在拍我的时候拍不到他，他也是非常认真的跟我搭戏的，我真的特别感谢他。郝鹏飞老师，要鼓励一下。哎，这个有一说一，这个我得夸一下我们全组的演员朋友们和工作人员。真的，就是我们这部戏，不管有没有在拍我们的近景或者带没带关系，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好好的为大家搭戏，没有说，不拍我了，我就搁那旁边玩干啥的，对吧？大家都在非常认真的搭，这不是应该的吗？
这必须的嘛，这不是应该的吗？啊，应该的，那这是应该的。我会觉得很幸运，因为有些演员朋友他不一定会那么尽职尽责，他可能最多把点搭到，或者时间限制的话，可能执行导演会去帮我们搭那些点。但是特别感谢的就是我们这部戏的演员朋友，包括导演以及团队会给我们时间，为了搭出好的效果，愿意给我们这时间，大家都互相的好好的去创作，特别好。不然大家能是领军人物吗？谢谢大家，谢谢白老师，我跟他告白那个朋友们 ，Cheers！ 啊，好吧， Cheers 来，干杯！老李，敬你！我的意大利炮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看发的最多的，我们帮大家解惑一下。刚才我看到有一个朋友问，就是问那个说是就是那个老白喜欢那个马小伟这么多年，然后呢，我们两个人作为兄弟没有察觉吗？有一个这个，你们察觉？我替我哥先说一句，我都没有察觉，我们文家两个人都是迟钝的。对啊，我要是察觉他那个减糖能成这样吗？我要是能察觉到他那个，我能嫁给王小杰吗？就秦牧察觉了。但是我说个题外话，秦牧是谁啊？我说个题外话，秦牧是谁啊？秦牧又是谁？哪一个总裁？还有第三个人，谁？我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老白的这个角色呀，我从某种角度上，我觉得他让我想了很多。就是说，老白这个人物，大家在说他明明知道对方已经结婚了，为什么还这样？但是我觉得他引发了一个很现实的思考啊，就是他就是喜欢了，这是事实，对吧？一个是做一个道德正确的人，一个是真实的感受，所以这两个东西它并不是兼容的。我觉得反而这两点叠加起来，这个人物他会更加的真实，他有立体性，所以大家更喜欢这个角色。当然也因为白老师的表演足够的精致。其实那段戏就是我给小小跟糖果送3张经济乐园票的那段戏。其实说实话，那段戏我在演的时候跟导演有个讨论，我是要演的更难过一点，看到王小杰来的时候更难过一点，还是收敛一点？因为如果太难过了，说实话啊，从道德层面有点不好了。2家4口的故事。都不是1家3口，是2家4口的故事。但是我刚刚也可能没有表达太清楚，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这种，我确实是喜欢你，我没办法，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但是你结婚了，那我也只能选择在身边默默的守护你，我也不能知3当3吧，这有点不道德吧？我只能在你出现问题的时候帮你解决一下燃眉之急吧。偷偷地爱着你。对，补充一句，你们觉得呢？我觉得你说的对，谢谢你，谢谢你，铁道王，铁道王白方丈，那个咱们要不然每个人说一下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吧，然后，可以吗？可以吗？好，可以吧？好，说自己的还是说别人的？都可以，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场戏。我先说。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看别人就是那个，赵老师蹲在墙边看李老师给他留的那封信的那段戏，大半宿我在床上嗷嗷哭啊，然后我还不想打扰别人，我就，真的好感人那段戏，给我看的非常非常的难受。而主要是我那个鼻涕流的到不到位？白老师公平一下，我真没想到他把那段给我剪进去了，我真没想到。我当时拍的时候，那场戏拍了有个2-3遍吧，
拍了有个2-3遍，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机位非常难下那个机位，因为我是坐在地上靠在墙上，你想。